亲爱的朋友，搜词风云是专注于分析和讨论那些引起台湾大部分网民关注的关键词和事件，从科技新闻到娱乐八卦，从社会事件到经济动态，无所不包。加入我们的频道，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些话题背后的故事，洞察时代脉搏。我们的视频分为5段，分别为排名前5的台湾热搜词。你可以在进度条上看到段落标签。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点赞支持，谢谢观看。 Hot Search 1。 唐嘉宏，这位被誉为亚洲猫王的台湾体操选手，近期成为了体育界的焦点。他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评级单杠项目为台湾赢得了1面铜牌，这是台湾在奥运体操项目上的一大突破。然而，这枚铜牌的背后，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艰辛故事。唐嘉宏曾经遭遇过阿基里斯腱的严重伤势，这对任何运动员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面对这样的挑战，他并没有选择放弃，而是经过长时间的艰苦训练和复健，最终浴火重生，重新站在奥运的舞台上。他的这段奋斗历程不仅感动了无数人，也为许多正在面临困难的运动员们带来了希望。那么，为什么唐嘉宏能够冲上热搜呢？首先，这与他在奥运会上的出色表现密不可分。作为一名体操选手，他在国际赛场上的成就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关注。此外，他克服重伤的坚韧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态度，也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热议。这样的故事不仅仅是一场体育比赛的胜利，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在分析这个热搜词的背后原因时，我们不难发现，唐嘉宏的成功并非偶然，他的每一步都充满了汗水和泪水。他的故事不仅仅是个人努力的结果，更是团队支持和科学训练的结晶。这样的成功背后，是无数次的失败和重来，是无数次的自我挑战和突破。最后，我们不禁要问，唐嘉宏的故事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我们是否也能像他一样，坚持不懈，勇敢迎接每一次的考验？你认为唐嘉宏未来的体操生涯还会带给我们哪些惊喜？让我们拭目以待。 Hot Search 2。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最近在台湾羽球界引起热议的名字邱湘洁。这个21岁的年轻小伙子，不仅是羽球界的新星，还是跆拳道女神罗嘉玲的男友。邱湘洁身高190公分，主攻双打，现时男双世界排名第50，混双第46。帅气的外貌让他被封为羽球男神。而这次他将与王麒麟组成新的男双组合林杰配，在即将到来的日本公开赛上初次亮相。那么，为什么邱湘洁这么火呢？这要从他的搭档王麒麟说起。王麒麟之前与李洋组成的麟洋配，连续2届奥运夺金，成为台湾羽球界的传奇组合。然而，李洋决定在今年9月的台北公开赛后退役，这让王麒麟需要一个新的搭档。邱湘洁这时候站了出来，成为王麒麟的新选择。邱湘洁的加入让大家对这对新组合充满了期待。经纪人证实，林杰配将在8月20日至8月25日的日本公开赛初次亮相，接着是8月27日至9月1日的韩国公开赛，而台北公开赛将是李洋的最后一站。届时麟洋配将再次登场，让台湾球迷见证李洋的告别演出。为什么邱湘洁这个名字能在短时间内成为热搜？首先，与王麒麟搭档的消息本身就足够吸引眼球。其次，他与罗嘉玲的恋情也让他在羽球圈外获得了不少关注，再加上他的帅气形象和不俗的实力，无疑成为媒体和球迷的焦点。这对新组合能否延续麟洋配的辉煌，成为台湾羽球的新希望？你对邱湘洁和王麒麟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期待？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Hot Search 3。 最近，融资余额成为台股市场的热搜词，这个词到底代表什么？又为什么会成为关注的焦点？我们来深入探讨这个问题。8月5日，
台股大跌1807点或 8.3%， 再度改写单日最大跌点记录。根据联合新闻网的报道，许多投资者在 PTT 上表达了对市场动荡的疑惑，认为这次超跌可能与资金盘杠杆过高有关。事实上，融资余额在这次市场大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高企的融资余额意味着投资者用借来的钱进行投资，这种杠杆交易在市场下跌时容易引发连锁反应，导致更大的抛售压力。此外，Yahoo 新闻报道指出，国安基金进场护盘，投入了5000亿元以稳定市场，但许多投资者仍对融资余额过高感到担忧。融资余额高企可能会抵消国安基金的护盘效果，因为每当市场出现波动时，杠杆交易的风险会放大，导致更剧烈的市场波动。中国时报也提到，市场对融资余额的担忧不无道理。专家指出，融资余额高企是市场过度杠杆化的信号，这种情况下，任何负面消息都可能引发投资者的恐慌抛售，进一步加剧市场的波动。那么，为什么融资余额会成为热搜词？这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和市场稳定性。高融资余额意味着市场参与者普遍使用杠杆进行投资，这在行情上升时可能带来丰厚回报，但在行情下跌时，风险也会成倍增加。因此，投资者对融资余额保持高度关注，以便及时调整自己的投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融资余额的影响？它是否会成为下一次市场崩盘的导火索？还是说，只要控制得当，融资余额高企也能为市场带来更多的机会？你认为融资余额对股市的影响有多大？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中，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这次的分析希望能帮助你更好地理解融资余额对市场的影响，并在投资决策中做出更明智的选择。Hot Search 4. 藤井直身这个名字最近在体育界引起了广泛关注。藤井直身是日本男子排球队的一名出色选手，在最近的巴黎奥运会上，他和队友们奋力拼搏，面对强敌意大利队，最终以2-3的比分遗憾落败。这场比赛中，藤井直身和石川佑希合力拿下了多个关键分数，展示了他们的实力和团队合作精神。然而，这场比赛的结果让日本队无缘4强，这也是自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以来，日本男子排球队再一次无缘4强。在赛后的采访中，藤井直身表达了对比赛结果的遗憾，同时也透露了自己未来的计划。他表示自己已经连续代表国家队参赛7个赛季，期间经历了多次受伤和高强度训练，他感到需要一段时间来休息和恢复。藤井直身的这番言论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大家都在猜测他是否会暂时退出国家队，专注于个人恢复和训练。藤井直身之所以能够登上热搜，不仅仅是因为他在比赛中的出色表现，还有他对未来的坦率表达和对自己的高标准要求。他的决定反映了运动员在高强度竞技环境下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也引发了人们对运动员健康和职业生涯规划的关注。藤井直身的未来动向无疑将会对日本排球队乃至整个排球界产生深远影响。这次的比赛结果和藤井直身的表态，究竟会对日本排球队带来怎样的变化？藤井直身休养后能否重回巅峰？他未来的职业生涯又会如何发展？这些问题都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大家认为藤井直身的决定是正确的吗？他未来的职业生涯会有怎样的变化？ Hot Search 5. 最近，南亚国家孟加拉因为持续的示威动乱引起了全球的关注。这场动乱的导火索源自7月初学生们对公务员职缺改采配额制度的不满，最终演变成一场席卷全国的暴力示威。孟加拉总理哈希纳在面对这次危机时，选择了强硬镇压，甚至将示威者称为恐怖分子。然而，这样的举措并未能够平息民众的不满，反而激化了矛盾。在8月5日，示威群众冲进了位于达卡的总理官邸，
迫使哈希纳和他的妹妹搭乘军方直升机逃往印度新德里，随后据称将转往伦敦。这位掌权15年的总理最终选择了辞职。这一消息由孟加拉陆军参谋长萨曼确认，他同时表示军方将筹组临时政府，并咨询多个政党领袖及公民团体商讨下一步行动。那么，为什么这场示威会演变成如此严重的暴力动乱呢？首先，哈希纳的长期执政引发了不少民众的不满，特别是在今年1月的国会大选中，成千上万的反对派人士被拘禁，这让很多人认为选举不公不自由。其次，哈希纳对于示威者的强硬镇压，包括动用军警开枪镇压，造成了大量的伤亡，更是激起了民众的愤怒。此次动乱导致超过300人死亡，这其中包括警察和示威者，甚至在8月4日，单日的死亡人数就达到了94人。孟加拉内政部也在4日宣布全国实施无限期宵禁，并切断行动网络，试图控制局势，但是并未能够阻止群众的进一步行动。这场政治地震不仅动摇了孟加拉的国家基础，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哈希纳的出逃是否意味着孟加拉将进入一个新的政治时代？军方临时政府能否稳定局势，还是会引发更多的矛盾和冲突？孟加拉的未来将会如何发展？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关注。你认为孟加拉的政治风暴会对南亚地区的稳定产生什么影响呢？